装修房子可得注意，看这墙，这新型的，现在这在装修，这墙全都开裂了。看这一片不是我挖掉的啊，我们来安装，看到它这个墙，这后面这是承重墙，然后这是砂灰层，这个砂灰层你看，这水泥是假的还是沙子是假的？ 对吧？一碰全掉，就这，全空，全部开裂，整面墙全是。装修之前呢，遇到这种的，提前趁早铲掉。你说这砂浆、腻子、乳胶漆全都扔了，浪费了。这边的话，应该是做了一个修补，在原来的基础上。 重新贴了绷带，像这全部后贴的绷带，这其实有啥用？根本就没用。这面墙用绷带贴出来一个造型，横的、竖的全部都是，敲上去就是一种空鼓的感觉。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人家装修房子，专门找人铲墙皮，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一层全部铲掉以后重新做。 不过我是做安装的，对这些东西也不太懂，可能刮大白的或者是他们抹墙灰的这些人更加专业。这个视频呢，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，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大家可以装修房子的时候可以避免遇到这样的，提前敲一敲、铲一铲。如果像这样的，那你直接铲掉就完了，是吧？看。 刚才跑题了，现在咱们言归正传，主要是来装这个浴室柜的。摸了一下下走水，确定了水管走向，咱们就好干活了。双层柜，我们先量一下柜体的厚度，柜体是27公分，再量一下岩板的厚度，岩板是15公分。有了这个尺寸，我们就知道，离地空多少比较合适了。柜体的底边离地面留20公分，这个比较合适。然后我们再量一个柜体的厚度。 是27公分，28公分，多画一点。这是柜体到台面中间的空档，也是20公分，做一个标记。然后上面呢就是台面的厚度，台面是15公分。按这个尺寸排列出来呢，上下的空档是一样的，这样出来的比例比较好。总高度83也是非常合适。 不过现场情况特殊，大家也看到了，有角阀和下水管，这都是一些客观因素，会导致我们安装出来的效果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调整，要在柜体的这个位置呢进行开孔。柜体的背面呢，它是有10公分厚的立板，这个立板呢，我们沿着最上边开，这样不会破坏它立板的整体结构。 现场遇到的问题呢，每家每户都不一样。这个时候呢，师傅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。再一个就是现场的创造能力，根据现场的情况，我们调整方案。调整的范围如果很大的话，一定要跟业主去沟通。现在我们柜体的高度呢是略微调节了一下，这样呢角阀也不会露在外边，下面也可以正常使用。最关键，我们上面的上水管呢要预留出来，不然上水管会被柜子压着。 这样也在我们分配的比例范围之内。打孔用的是角磨机钻头，这是特制加长款的。干活之前呢，我们确定了是下走水，这样我们干活的时候呢，心理压力会减轻很多。干活的时候呢，心情比较愉悦。柜体的长度呢不到1.3米。 打了4颗螺丝，它的承重能力呢，承重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接下来我们拆包装呢，里面是三角支架，这也是所有师傅最不喜欢的东西。三角支架安装特别麻烦。三角支架就不说什么了，刚好打这个孔还在瓷砖的缝隙上，完蛋了！看来要来我的杀手锏。这些东西呢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了。这是厂家带的螺丝，像它这种轻质砖的话，根本用不了。 像这种炸管呢，就是我们普通装浴室柜厂家带的膨胀管，然后这是我的膨胀管，这是我装电视剩下来的膨胀管，这是普通浴室柜厂家标配的螺丝，这种的。
我装电视的螺丝是这种的，粗细是不一样的，胀管的长度也不一样。不得已，这4条胀管和螺丝呢，要业主自己承担费用了，因为这种胀管的话，成本价大概2到3块一套，这可能也是各大厂家不愿意用好螺丝的主要原因。胀管是我的，活是我干的，我必须得自信，我做上去140斤没问题。接近1.3米的岩板一体盘，其实重量不是那么重，一个人可以轻松拿捏。干到这里，我们的活也完成50%了，上下的空档呢也几乎差不多。没有装水龙头的原因呢，是这一套柜子啊就没有带水龙头，这个水龙头要后期自己安装。不过下水我们要装好。很多人说看着你的视频感觉干活非常轻松，其实不然，干这个活哪有不费劲的？接近1.3米的柜子它能不重吗？只因我们每个人肩上扛的责任要比这个柜子重几十倍、几百倍，甚至几千倍。在这里也致敬每一位为生活、为家庭拼搏努力的你，加油！左边的这个挡水条呢有些长了，这个我们要现场切割。挡水条呢都有机器研磨完光滑的一面，我们切割的这一面呢就吊在柜子里边，把光滑的一面留在外边。这套柜子呢安装基本就完成了，看一下整体的效果。比例比较协调的话是最美观的。客户家还有一个马桶准备要安装，这个脚阀是装上了，但是看这个马桶脚阀的位置留的不合适呀，马桶放成斜的了，这个脚阀是保留不了了，先把脚阀拆掉，把马桶扶正了，看一下效果。现在马桶已经扶正了，后边预留的空间大概1.5公分，打算装一个弯头，这弯头都装不下，客户打算要换马桶了。像这种情况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马桶4连坑距换成3连的，马桶整体向前移动10公分。如何提前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我们来看一下马桶的正中心后面这个瓷砖缝隙刚好是中心。一般的马桶呢，水箱总宽度是40公分，我们向这边量个25公分，这是脚阀安装的位置。而且它这个高度也不合适，脚阀预留的高度呢应该是15到20公分。按这个标准尺寸预留的话，我们后期开关脚阀、维修脚阀都是非常方便的，而且也不会影响我们马桶的正常安装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